果伪装有段位，那么这个男人绝对榜上有名。手臂经过涂抹上色后，便能与树干完美融为一体，甚至还能隐藏在石头缝中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参加饥饿游戏。比赛开始之前，举办方在选手们身上注射了纳米追踪器，再把他们关进玻璃管道内，通道缓缓上升。24名选手纷纷来到了游戏场地中，场地中心堆放着大量补给和武器，数十亿观众都在观看着这场直播。接下来的10天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所有人冲向赛场中心。小美刚跑到一半，便看见拿到武器的选手们开始疯狂厮杀。她随手捡起一个背包向树林跑去，不料刚进入树林就和别人撞在了一起。好在2人都不想动手，各自跑开。等跑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后，小美开始检查背包，里面没有食物，只有一些简单的户外用品，唯一的武器是一把匕首。这时天空突然响起炮声，一声代表一个贡品死亡，足足响了12声才停止。游戏第1天就已经死去一半，接下来的竞争会更加残酷。小美尽可能的避开其他人，然后利用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，开始在附近制作陷阱。饿了她就抓野兔吃，渴了就喝河里的水，困了就把自己绑在树上休息。这里虽然是野外丛林，却到处装有伪装摄像头，选手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同步直播。这时一声尖叫惊醒了小美，她发现有人开始结盟，而他们的目标正是评估分数最高的自己。同区的皮特也被他们胁迫加入。小美继续向赛场边缘跑去，但游戏设计师不会让她得逞。观众们最想看到的是互相厮杀，于是设计师在她身后放了一把火，小美只能拼了命的跑。可更恐怖的是，后面还有火球在追着她。设计师能够随意控制场内的大树，从而干扰他的逃跑路线。小美被迫跳进河里，刚好被结盟小队发现。他们像野狼发现兔子一样追杀着小美。小美腿部受伤，只能爬上大树躲避。好在这群人不会爬树，弓箭射的也不准。皮特建议大家在树下守株待兔，关键时刻，场外的导师通过关系为小美拉票。随后一份补给空降到了小美手上，这是能够快速恢复伤口的金创药。第2天，小美的伤口便完全愈合。这时年龄最小的云香出现在树梢上，他提醒小美可以利用旁边的蜂巢脱困。于是小美忍受着毒蜂的刺痛，用小刀一点点锯断了树枝。随着蜂巢的掉落，大量变异杀人蜂飞出，树下的几人只能四散而逃。跑得最慢的金发妹被杀人蜂包围，等到小美过来时，她已经不成人样。小美顺手捡起地上的弓箭准备离开，不料杀人蜂的毒液很快让她晕了过去。等她再次醒来，已经是2天之后，伤口上敷着草药，武器也在身边，是小云香救了她。2人饱餐一顿过后，决定联手去资源库偷物资。云香在另一处生火吸引注意力，对方只留下1人看守物资。小美觉得机会来了，可刚想出动却被别人捷足先登。只见一个女孩用凌波微步偷走了补给，小美这才意识到补给周围布满了炸弹。不过女孩引开守卫后，给小美创造了机会。通过细心观察，她决定射掉袋子里的苹果引爆炸弹。不料炸弹的威力太大，竟把补给也炸得灰飞烟灭。无功而返的选手们发现物资被炸毁，直接扭断了看守的脖子。所谓的暂时结盟也不过是强者的把戏。小美急忙跑回树林寻找云香，发现云香被陷阱困住，她二话不说就冲上去解救。这时迎面飞来一根长矛，小美本能躲闪，反手就给了对方一剑。可当她回头时，发现云香已被长矛击中。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小美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安抚着云香慢慢睡去。她痛恨这泯灭人性的游戏，不断怒吼着表达自己的不满，随后又对着镜头做出了代表信仰的手势。镜头前的12区平民被她感动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愤怒。为了平息这次暴乱，统治者转移了民众的注意力，他下令可以让来自同一区的贡品同时胜出。小美明白了对方的用意，她顺着河流寻找着皮特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，原来皮特把自己伪装成了一块石头。小美为皮特处理伤口后，把他搀扶到了隐秘的山洞中，随后又轻轻吻了一下皮特。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假扮情侣博得富人的同情。没过多久，物资果然送了过来，小美细心照顾着受伤的皮特，皮特却在此刻表白自己一直暗恋着小美，这让小美颇为尴尬，因为男友还在家里等着她。夜幕降临，天空突然传来广播声，说是在广场中心投放了大量物资。为了尽快让皮特得到救治，小美决定独自前往广场拿物资。5区的奔跑女孩依旧靠自己的优势取走了一个袋子。小美发现周围没有其他人，也很快冲了过去。然而她刚拿起补给，飞刀女突然出现，小美的额头被利器划破，她起身反击，可对方动作灵活躲了过去，2人随即扭打在一起。飞刀女逐渐占据上风，她用刀抵住了小美的脖子，还向小美炫耀着自己杀了多少个贡品。这刚好被云香同区的人听到，他冲上来就扭断了飞刀女的脖子。念在小美曾救过云香，便放了她一马。小美拿着药膏回到洞穴，他们为彼此涂抹药膏，2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，就连游戏背后的工作人员也被此情此景感动。第2天，2人分头寻找食物，突然一声炮响传来，小美以为皮特遭遇不测，赶紧过去寻找，发现皮特正在摘一些含有剧毒的果子，
而死去的正是一直尾随的奔跑女孩。她因为偷吃了皮特的果子一命呜呼。为了让最终的决战更加精彩，设计师在树林中投放了一只猛兽。果然到了夜晚传来小黑哥的惨叫，只是他们并不知道黑哥死于猛兽之口。两人继续向前摸索，突然猛兽冲出来扑倒了皮特，小美迅速拔剑射击，暂时击退了猛兽。两人继续逃命，设计师觉得还不过瘾，紧接着又投放了2只猛兽。两人一路跑到广场中央，爬上物资房才躲过了一劫。不料早就埋伏在此的男人袭击了他们，一番激烈的撕扯过后，男人锁住皮特挡在身前，小美拉弓瞄准却不敢贸然射击，如果直接射死对方，皮特可能也会掉下去。关键时刻，皮特给小美打了个暗号，小美心领神会，一箭射中男人的手臂，皮特转身一推，男人便落入猛兽之口。最后赛场上只剩下他们两人。这时天空缓缓亮起，可总统竟然出尔反尔，表示之前共同胜出的规则取消，言外之意就是想看这对苦命情侣自相残杀。两人知道自己被富人玩弄，他们都不想伤害对方。小美决定一同吃下夺命野果，他们要用自己的生命向高高在上的富人抗议。可就在最后一刻，设计师及时阻止了两人。这是第一次同时产生2名胜利者，而设计师因为自己的设计漏洞，直接被统治者刺死。小美凭一己之力改变了富人们的游戏规则。比赛结束后，小美和皮特收获了无数财富，并住进了胜者庄园的大别墅中。这天，小美刚回到家，没想到总统早已等候多时。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他要求两人在接下来的全国巡演中向都城表示感恩和服从，否则会让他失去所爱之人。面对赤裸裸的威胁，小美只能委屈臣服。两人先是来到了第11区，这里也是云香长大的地方。想起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云香，小美并没有照稿发言，而是说出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民众被她的真诚打动，纷纷举起了代表信仰的手势。不料士兵将带头的老人就地处决。为了保护无辜的民众，小美在其他区的演讲上只能照稿发言，但有些年轻人知道这不是实话，依旧高举着信仰之手，他们的下场可想而知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民众们反抗的情绪越来越严重，包括总统自己的孙女竟然也开始模仿起了小美的发型。嘲笑鸟已经成为了一种信仰，这样下去事态会越发严重。为了让民众们乖乖听话，总统开始加大施压力度。第12区的黑市商品被士兵扫荡一空，小美青梅竹马的男友被他们抓起来严刑拷打。总统心里很想除掉小美，但又不能让这个万众瞩目的人凭空消失。这时，一位游戏设计师找到了总统，他称自己可以让小美在游戏中合理消失。饥饿游戏每隔25年就会举行一场世纪极限赛，今年的第75届饥饿游戏，也就是第3届世纪极限赛，贡品不再随机抽取年轻男女，而是从12个区的历届冠军中挑选。可悲的是，第12区只有3个冠军：小美、皮特，还有他们的导师。女性贡品铁定是小美了，而男性贡品会在皮特和导师之间选出。主持人抽到了导师，不料皮特自愿选择参赛，再一次成为贡品的两人，甚至没有和家属告别的时间。抵达都城后，服装师又给两人设计了全新的礼服。开幕式当天，最后出场的小美和皮特再次用炫酷的火焰礼服闪耀全场。两人很快来到了全新的训练基地，他们的对手不再是普通的菜鸟，而是历届饥饿游戏的冠军。想要在极限赛中生存下去，他们必须要寻找盟友。可对手们一个个凶神恶煞，怎么看都不靠谱。这时，一旁的夫妇引起了小美的注意，走近一聊才知道两人都是科学家，夫妻俩也很随和，还告诉了小美如何发现电磁立场，比如评委席前就有一道电磁屏障，小美猜肯定是去年自己射的那一箭，才让评委们有所防备。随后她又结识了白发苍苍的马格斯，他是一位聋哑人，曾经也是饥饿游戏的冠军，如今代替年轻人来参赛。小美跟他学了做鱼钩的方法，作为回报，她也给老人教了一些射箭技巧。小美在训练室中百发百中，她那矫健灵活的身法引来了不少选手的围观，目前超过一半的选手都想和她结盟。小美不想对熟悉的朋友下手，她和皮特约好了不跟其他人结盟。到了最后的技能评估环节，皮特凭借出色的画工在地上画了云香的画像，这更是激发了小美内心的愤怒。她直接用绳子吊起一个假人模特，随后做出嘲讽的谢幕动作，模特胸口赫然写着上届设计师的名字，是小美间接杀死了他，这是在公然挑衅本届设计师。第二天，饥饿游戏正式开始，选手们全被植入了纳米追踪器。小美和服装师深情告别，她的成功离不开服装师。可小美刚走进通道内，几个士兵就冲进来开始殴打服装师。小美看着好友被活活打死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火焰女孩的缔造者就此下线，这是总统对小美的报复行为，她身边的所有人都得死。随着电梯缓缓上升，小美来到了全新的竞技场中，饥饿游戏正式开始，场地中心摆着各种武器和补给。随着倒计时的结束，小美迅速跳进水里，她不顾一切地向前游去，最终她第一个冲上岸，顺利拿到了自己最擅长的弓箭。再一转身发现了尼克，还好是自己人。尼克曾在14岁就拿过冠军，是饥饿游戏史上最年轻的胜利者。两人很快救出了被困在水里的皮特，然后再带上马格斯一起冲进树林躲避。4人临时同盟，当务之急是找到淡水。皮特拿着砍刀在前面开路，后面的小美发现光线有些不对。
原来前方有一堵电磁力场，受到电磁冲击的皮特已经没了呼吸。小美被吓得手足无措，好在尼克及时给她做心肺复苏，皮特很快醒了过来。为了找到安全的路线，小美索性爬上附近的大树。她发现天空似乎也有磁场，于是对着云层射出一箭。原来电磁力场是个穹顶，他们的位置在竞技场边缘，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中，很难按照自然规律找到水源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几人只能先找个地方休息。这时天空投射出了白天的死亡名单，仅1个下午就有8人死去，同时导师也为他们送来了补给。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水龙头，只要把它插在树干上，紧接着一股清澈的淡水从树内流出。几人好饮之后正准备休息，这时天空传来12声钟鸣，表示到了午夜12点。几人先去休息，小美留下来放哨。这时远处的大树正遭受着雷击，但她并没有放在心上。片刻过后，身后突然飘来一股浓雾，小美好奇地伸手触碰，瞬间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，手背生出无数水泡。她赶紧叫醒大家远离毒气，然而毒气蔓延的速度很快，几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。马格斯由于行动不便，不想再拖累大家，他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毒气之中。3人来不及悲伤，只能互相搀扶着继续逃命。突然脚下一空，3人连滚带爬跌下山坡，毒气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几人已经没有力气再跑。关键时刻，毒气被一道无形的屏障挡住，随后慢慢散去。小美爬向身后的水坑，发现清水可以修复被腐蚀的皮肤。3人忍着剧痛治好了身上的伤，可刚想喝点水补充体力，发现四周早已围满了山魈。几人一时不敢轻举妄动，他们想要慢慢走回沙滩边上，可山魈并不想给他们活路。小美率先射出一箭，人魈大战一触即发，奈何对方数量太多，众人只能边打边退。皮特被一只山魈逼近绝路，这时从树洞里冲出来一个伪装者，挡住了山魈的致命一击。几人拖着重伤的伪装者来到水边，同时山魈也停止了攻击。伪装者本可以一直躲下去，可他为何会冒死相救呢？这让小美百思不得其解。随后树林里又跑出来3个人，是科学家夫妇和乔安娜，他们刚才经历了一场血饮，女科学家似乎受到了刺激，嘴里一直叨叨咕咕。这时远处再次出现闪电，而且和昨天的位置一模一样。这个表盘形状的竞技场被分成了12个大小相同的区域，每个时间点都会在固定的区域发生灾难。午夜12点和正午12点会有雷电，1点会有血雨，2点是毒雾，3点会有变种山魈出没，10点会发生巨浪。除了这5个时间段以外，暂时还不清楚会发生什么。这时脚下的地面发生剧烈转动，原来设计师发现他们已经掌握了规律，想要企图扰乱方向。大家尽可能的抓住地面，防止被甩出去。可小美还是体力不支掉进了水里，这时设计师才满意的停止了转动。好在大家都并无大碍。没过多久，小美又在树林中听到了同伴的叫声，可再仔细一听，发现这是嘲笑鸟发出的声音。无数亲人的声音回荡在周围，这让小美崩溃不已。最后在皮特的安抚下，小美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几人再次来到岸边，博士突然想到了一个计划，他要用电线缠住那棵被雷击的大树，然后把另一头埋在沙滩旁的水里，等其他选手返回沙滩取物资时，可以将他们一举歼灭。众人很快来到了大树下，博士用他的专业技能在树上缠好线圈，随后让小美和乔安娜回去设置陷阱。2人还没走多远，便遭到了职业杀手的袭击。小美刚想拔剑反击，却被乔安娜从身后一棍子放倒，还在她的手臂上划了一刀。等小美醒来后，几人早已不见踪影，意识到自己被同盟背叛，他立刻跑回去解救皮特。这时博士却被磁场弹飞晕了过去，随后尼克也闻声赶来，可小美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她举起弓箭瞄准了尼克。这时尼克的一句话点醒了小美。Remember who the real enemy is. 小美瞬间恍然大悟，临近午夜，乌云开始在空中汇聚，她随即将电线缠在箭头上，直接对着天空射了出去。最终穹顶被强大的电压撕裂，小美瘫痪在地上动弹不得。片刻过后，一道希望的曙光照向小美，最终被收尸的飞行器抬走。当她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身边躺着昏迷的博士。小美悄悄拿起针管防身，没想到打开门之后，看到导师和尼克与游戏设计师混在一起。原来设计师来自消失的第13区，这届饥饿游戏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策划好了。除了1区和2区以外，大部分参赛者都知情，没有让他和皮特知道计划，其实是在保护他们。这就是为什么伪装大神会舍命相救。落水时设计师会立刻叫停。乔安娜割伤他的手臂，也是为了帮他取出追踪器，而博士拉线的目的是想利用雷电来破坏竞技场，不料被2区的杀手打乱了计划。乔安娜和皮特也被总统抓走。随后小美被送到了新建的第13区，盖尔告诉她，饥饿游戏结束之后，总统派飞船炸毁了第12区，只有少部分人逃了出来，他的母亲和妹妹都还活着。得知自己的家乡被毁，小美的眼神有了明显的变化，真正的革命即将开始。原来曾经被国会夷为平地的第13区，一直隐藏在地底深处。眼前这位英姿飒爽的女人，正是反抗军的首领柯因。他们向小美解释道，饥饿游戏结束后，有7个地区同时吹响了反抗的
号角。正是因为小美不甘屈服的精神，让无数民众看到了希望。反抗军不计代价救小美出来，就是想让她继续作为引路人，让更多地区加入反抗阵营。然而小美并不在意这些，她现在只关心皮特的安危。为了激起小美内心的反抗精神，盖尔带她回到了家乡。眼前的场景让小美彻底崩溃，曾经的家园早已面目全非，只剩下轰炸后留下的废墟，地上被烧焦的尸体让人看了触目惊心。这一切都是因她而起。然而她的房子却安然无恙，花瓶里还放着一朵白玫瑰，说明总统来过这里，这是一个警告。与此同时，斯诺总统为了镇压民众，开始全国直播演讲。他称反抗军为叛国者，并在全国观众的注视下将几名反抗者就地处决。没过多久，小美在电视上看到了皮特的身影。皮特作为采访嘉宾，一直在为小美说话。他表示小美从未参与过反抗运动，还呼吁大家放下武器投降，因为杀戮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让生活变得更加糟糕。显然皮特是在为国会区发言。这番言论惹怒了电视机前的反抗军们，他们认为皮特是一个叛徒。可小美始终相信皮特，他是被国会威胁才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为了救出皮特，小美和科因达成了协议，她愿意用嘲笑鸟的身份为反抗军发声，条件是反抗军必须救出皮特和其他贡品，并赦免他们的一切罪行。为了让小美更加配合，他们还抓来了小美的经纪人艾菲。艾菲带来了服装师的遗物，里面有个嘲笑鸟徽章，还有她为小美设计的最后一件战衣。小美穿上战衣之后，来到摄影棚，准备拍摄一段宣传片，用来鼓舞那些还在犹豫的民众。可小美毕竟不是演员，台词说的总是磕磕巴巴。即便最后能够流利地说完台词，却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导师建议小美前往实地拍摄，才能够说服民众。在出发之前，博士为她设计了新武器，不仅强化了反曲弓，还丰富了箭头的功能。小美带着全副武装的拍摄小队，来到了战火肆意的第8区。临时医院里躺着无数受伤的平民，看着惨不忍睹的画面，小美内心十分复杂。然而她的到来，让伤员们再次看到了希望。Here to fight with us? I am. I will. 受到鼓舞的民众纷纷举起熟悉的手势，小美已然成为了他们的信仰。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总统发现，小美一行人刚离开，医院大楼就被夷为平地，伤员无一幸免。看着眼前被炸毁的大楼，想想那些惨死的伤员，小美内心的愤怒被彻底激发。You can torture us and bomb us and burn our districts to the ground. But do you see that? Fire is catching. 宣传片很快在各大区传开，受到鼓舞的民众无所畏惧，哪怕身后是全副武装的国会士兵，他们依旧没有停下脚步。民众纷纷爬上大树，树下的士兵疯狂扫射，可下一秒，他们就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反抗军迎来了阶段性的胜利，但小美心里清楚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那些无辜死者的身上。她的内心备受煎熬。由于多地发生暴乱，国会区再次拿出皮特来做文章。他不仅嘲讽小美的宣传片，还劝她不要被反抗军利用。屏幕上的皮特看起来十分憔悴，小美知道他一定是遭受了折磨。为了继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，小美又回到了第12区，因为这里是她和皮特的故乡。这时，一只嘲笑鸟飞到了他们身边，摄影师建议小美唱首歌，让嘲笑鸟传下去。Are you coming to the tree? 后来这首歌被广为传唱，越来越多受到鼓舞的民众开始了反抗运动。他们手无寸铁，却敢义无反顾地冲向国会电站。前面的人群被射杀倒地，后面的人继续跟上，直到把炸弹送进大坝。随着一声巨响，发电站被炸毁，国会区陷入了停电状态。可他们依旧用备用电源，让皮特继续在电视上指责反抗军滥杀无辜。与此同时，博士利用黑客技术强行插入了小美的画面，这让皮特恢复了短暂的理智。他告诉小美，国会区正准备轰炸第13区，让他们赶紧躲到安全地带。科因相信了皮特的警告，赶紧让所有人躲到地下避难所。没过多久，轰炸机果然来了。好在他们并不清楚13区的具体位置，只是在地面上胡乱轰炸。反抗军撑过了这场空袭。科因决定继续拍摄视频，告诉其他区，他们的嘲笑鸟依然活着。可当小美来到地面，发现满地都是白玫瑰，这是总统给她的最后警告。如果再继续配合反抗军，他们就会杀掉皮特。这一刻，小美退缩了，她不想拿皮特的生命去冒险，不愿再为反抗军录制视频。这时，导师找到了小美，称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计划，现在由尼克出镜直播演讲，吸引国会的注意力，同时派出一支突击小队前去营救皮特。营救小队趁着夜色潜入了国会区，他们在训练基地寻找皮特等人。这时灯光突然亮起，国会区恢复了电力，直播信号也被切断。为了继续掩护小队的行动，小美要求与总统进行对话，转播信号很快恢复正常。小美请求总统能够放过皮特，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不料这个老狐狸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动。Don't you think I know your friends are in the tribute center?
总统直接挂断视频，小美再度陷入绝望。可没过多久，救援小队带着皮特和其他幸存者平安回到了第13区。盖尔称是总统故意放他们回来的，这背后肯定又是另一个阴谋，但他们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小美看着骨瘦嶙峋的皮特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可下一秒，皮特突然发狂失控，他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不放。等到小美醒来后，发现自己的脖子被打伤了指甲，连声带也受到了损伤。原来皮特已经被药物控制，越是自己最在意的人，就越想杀死对方。这正是总统的诡计，他把皮特改造成了刺杀小美的人体武器。可就在这时，科因却向反抗军大声宣告，他们已经赢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所有人为此欢呼雀跃，只有在病房里的小美始终乐不起来。小美看皮特变成这般模样，恨不得将总统五马分尸，于是她主动申请来到前线战斗。总统派出最精锐的军队镇守第2区，他们龟缩在山上的堡垒之内。反抗军久攻不下，损失惨重。盖尔提议制造山体滑坡，将敌人活埋，这在小美看来是惨无人道的行为。于是小美要求留下一个出口，让那些无辜平民撤退。可事实并非她想象的那样简单。小美好心帮助，却被男人劫持。小美告诉他应该开枪，可这样高兴的只有总统。大家都是受害者，不应该互相残杀。男人最终放下了手中的枪。小美继续劝其他人放下武器。We all have one enemy, and that's snow. 不料突然有人放冷枪，小美中枪倒地。总统得知嘲笑鸟已死，立马召集人员庆祝。反抗军没了精神领袖，士气必然受挫。可自己的精锐部队全在第2区阵亡，部队指挥官直接被总统刺死。殊不知小美有防弹衣保护，只是断了2根肋骨。她再次鼓起勇气前去看望皮特，皮特依旧想要杀了她，这让小美的仇恨越发强烈。她请求返回战场，却遭到了科因的拒绝。表面上说是在保护小美，实际上是担心自己的领导地位被她抢走。小美可不想理会这些政治斗争，她此刻只想着复仇。于是她偷偷来到了前线，结果一下飞机就被人认了出来。众人看到嘲笑鸟死而复生，再次举起了信仰之手。科因心里很不悦，但也只能将计就计。他立马让老黑带领一支武装小队潜入危机重重的都城。小美和同伴们都在小队当中。老黑手里有一个高科技全息图，都城内的各种陷阱都记录在上面。小队按照地图上的指示轻松找到了机关。小美摆好姿势射出一箭，街道2侧喷出熊熊烈火。这时科因再次搞事情，他把皮特也送到了前线，说是皮特的出现可以打击国会士兵的士气，实际上是想让他解决小美。老黑早已看透科因的想法，他不想看着小美成为政治工具，于是告诉小美，科因一开始想救的人是皮特，并不是小美。他不喜欢自己无法控制的人。小队继续前行，然而都城到处都是机关陷阱，要是没有全息图，他们将寸步难行。老黑发现机关后，让大家躲到2侧找好掩体，随后扔出一个小石头，便触发了加特林的猛烈攻击。等武器弹药耗尽之后，小队继续前行。由于全息图没有实时更新，老黑不小心触发了新的机关，只剩下半截身子的老黑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将全息图的使用权移交给了小美，并且提醒她不要相信任何人。还没等众人回过神来，另一名队员再次触发了机关。海量石油如潮涌般向他们袭来。这时皮特突然攻击小美，另一名队友上前帮忙，反被皮特推进了石油之中。石油离他们越来越近，众人一路跑进大楼，才躲过了这场灾难。等到石油慢慢退去，他们留下2名队员等待救援，其他人继续执行任务。结果刚来到对面大楼，就发现士兵包围了过来，伤员所在的位置直接被粉碎。还好刚才的石油挡住了附近的监控，他们并未发现小队还有幸存者。随后总统向全国发出通告，表示已经消灭了嘲笑鸟小队。几人想要继续完成任务，可距离总统的老巢还有70几个街区，街上的陷阱比人还多。这时雅各建议他们走下水道，因为他曾参与过城市的建造，对下水道很熟悉。小美用全息图进行检测，没有发现机关陷阱。几人在黑暗的下水道中缓缓前行，他们很快来到了一处洞口，可就在最后一名队员通过时，这是总统释放的变异蜥蜴人，众人只能边打边退。蜥蜴人越来越多，小美几乎射完了手中的箭。好在雅各很快找到了逃生通道。尼克为了掩护小美撤退，一直战斗到了最后。可就在他爬上梯子的瞬间，直接被蜥蜴人拽了下去。小美只能忍痛扔下炸弹，结束了尼克的痛苦。剩下几人很快来到了地铁通道，不料通道内早已布满陷阱，一名队员瞬间被光束粉碎，同时身后的地面开始爆裂。关键时刻，皮特突然发作，结果连医生都治不好的皮特，直接被小美的一个吻成功唤醒。随后在金发姐的带领下，他们来到了都城的朋友家躲避。与此同时，总统为了保护都城的市民，让他们全都来到自己的府邸避难。小美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于是她和盖尔乔装成都城市民，跟着人群向总统府走去。路上有士兵在检查市民的身份，可就在他们快被发现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，原来是反抗军攻进了城内。2人赶紧找掩体躲避，不料装甲车直接被炸弹掀翻，盖尔也被冲上来的
的士兵抓走。小美继续向总统府靠近，这时天空飞来一架飞机，并投下了大量补给。都城市民纷纷伸手去抢，不料这些补给是炸弹，无辜市民在爆炸中殒命。小美也被冲击波震晕过去。当她再次醒来，看见妹妹的救援队在不远处，她刚想上前和妹妹会合，突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。当小美再次醒来时，已经是2天以后，反抗军打赢了这场战争。小美来到总统府的后花园，见到了早已沦为阶下囚的老总统。原来对方已经身患重病，他随身佩戴的白玫瑰就是为了掩盖嘴里的血腥味。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说清楚，原来最后投下的炸弹并不是他的命令。大势已去的他完全没有必要轰炸自己的市民。小美半信半疑地回到住处，她质问盖尔斯诺总统的话是否属实。盖尔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他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随后科因召集了一些重要人员，并宣布自己将担任临时总统。他将会重启饥饿游戏，让都城市民像他们一样自相残杀。大家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最关键的一票落在了小美身上。一向善良的小美竟然同意了，条件是必须由自己来处决斯诺总统。处决日当天，嘲笑鸟身着黑色战衣，她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缓缓走向了行刑台。施惠国即将走向新的纪元，女总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。小美张弓搭箭，瞄准了绑在柱子上的老总统，她的眼神逐渐变得犀利。下一秒，小美调动箭头，倒下的竟然是女总统。这一刻，她终于明白，自己的敌人不是某个总统，而是统治者带来的暴政。小美给自己准备了一颗毒药，好在关键时刻被皮特阻止。老总统被愤怒的人群撕碎，女总统的野心也落下了帷幕。最后，民众通过选举选出了大家认可的领导人。影片的最后，小美回到了第12区。更令她没想到的是，皮特竟然也回到了这里。两人终于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